這是超跑新三神中的其中一輛，一共用了4200多片積木零件，長度60厘米左右，比例為精確1:8，也是一款全功能還原的超旗艦級樂高 MOC 作品，包括還原原型車的前推桿懸架和後獨立懸架，甚至還加入了和原型車一樣的第3水平減震器、前懸架升降，以及車頭下擾流板聯動、後懸架升降以及車尾擾流板聯動。過程中不但可以自動調節弓角，同時也支持更大幅度的手動調節，還有轉向和方向盤聯動，甚至還有非常少見的轉向時懸架側傾，以及也可以通過主動操作車身側傾來控制車輛轉向。當然還有行駛與發動機、電動機、ERS 能量回收系統多通道同時聯動，以及尤其是全新設計的第3代變速箱，包括8個混動前進檔、空檔，還有純電檔，同時呢也是倒檔、換擋撥片和換擋旋鈕雙通道換擋，以及同樣也加入了可以實時顯示檔位的領航員動態儀表盤，也是數字化檔位顯示器。前蓋開合，2側鷗翼門開合，另外還有整體可拆的引擎蓋。除了這些功能設計和超跑01、02一樣，超跑03號車呢，同樣也是採用了非常清晰的一合體大模塊設計。另外，同樣也延續了此前2款作品超高的牢固度表現。此外，還有全新開模的輪毂以及幾枚新零件。那這次的手冊總頁數是達到了955頁，超過了此前01號車的897頁和02號車的935頁。所以通過本期視頻，我們就來詳細的看一下這輛超跑03號車的具體表現。在包裝方面，總重量超過了7.5公斤，彩盒採用了專門定制的防偽封條，一旦開封就無法2次銷售。那彩盒設計呢，仍然延續了此前的風格，不過其中一面是一個半透視的內部聯動結構圖以及風道圖。那右下角呢，仍然是標注了1:8的模型比例、14歲以上的年齡定位，還有4200片的作品零件數。在彩盒側面，除了对原型車進行介紹以外，在另一側我們還可以看到本作品是用高專积木零件搭建的相關標識，並且明確給出了大於95.5%的具體比例。那之所以不是100%呢，也是因為像這種大套裝通常都會包含一些高專沒有的零件，那麼就需要選用其他的國產代替。開蓋設計和02號車類似，打開的過程中可以逐層看到裡面的核心聯動結構圖。內部的零件分盒依然是4個，正中間是拼搭手冊。不過最左邊和最右邊的這2個盒子呢，各設計了一個拉手，也是針對此前部分玩家反饋的內盒不太容易拿出來的問題做的一個小改進。那所有的零件一共是分成了36個零件分包，27個大步驟，平均每個大步驟只有150多片零件，所以找件呢會非常的輕鬆。在標準分包之外，那另外還有額外的一個光滑銷備用包和一個动力傳輸環備用包。和此前的01、02一樣，超跑03號車的所有外觀主體色零件同樣也是單獨分包，所以整體拿去改色定制呢會非常的方便。再看拼搭手冊，仍然是採用了彩盒包裝，厚度超過了4厘米，重量則是2.4公斤，依然是非常熟悉的像磚頭一樣的感覺。一共包括上下2側，其中上側的開篇做了多達40頁的彩圖，對原型車的設計理念、技術參數、車系歷史，還有發動機、變速箱、懸架、空氣動力學設計、鷗翼門等各個方面呢，都做了詳細的介紹。另外也加入了一些設計師設計理念的相關內容，以及還包括一份內頁圖文內容的目錄。下側的末尾同樣是提供了零件表，其中編號為 GDS 開頭的零件呢，也就是高專零件。在零件表之後，還安排了8頁的篇末彩圖，其中加入了16款經典的樂高套裝，給玩家做了介紹和推薦。在手冊內頁，除了同樣非常細緻的分布設計、寬鬆透氣的圖示排版、非常詳細的易錯提醒、非常細緻的多視角檢查圖，另外針對一些關鍵步驟的幫助視頻呢，也是沒有落下，就是確保檔位儀表盤上顯示的變速箱檔位和。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知識性圖文內容，相關內容的總頁數呢，超過了此前的01和02中的任何一輛，
比如在變速箱的拼搭過程中，對換擋步進機構，尤其是第3代的設計原理做了非常詳細的介紹。拼到電動機模塊的時候，則是展示了原型車與 F1 技術同源的 E 模塊。那整個變速箱全部拼完以後呢，又用了8頁的篇幅，對第3代變速箱的設計原理、5大核心組件，還有各檔位的傳動路徑和傳動比進行了非常詳細的介紹。而後懸架拼搭完成以後，則是專門介紹了懸架升降的運行原理，同時也對雙叉臂獨立懸架系統以及樂高過去5款1:8超跑的懸架系統進行了拓展講解。來到前懸架部分，除了介紹前懸架升降機構的運行原理以外，也加入了推桿與拉桿懸架系統相關的詳細科普。在外觀搭建部分呢，也是同樣有很多外觀角度創建方法的圖示展示。此外，在每個大模塊的開始，也都有相關的圖文內容來專門介紹這個大模塊。那貼紙呢，是有像這樣的一小張，只有幾個地方需要粘貼，其中儀表盤、中控娛樂屏還有檔位儀表盤呢，都是提供了2個方案供玩家自己選擇。材質方面仍然和02號車一樣，可以支持上百次的反復撕貼，所以如果不小心貼錯了、貼歪了呢，都是沒有問題的。那在零件方面，除了 95.5% 的高專零件以外，還有4種新設計開模的零件，包括左右輪毂、全新的大號硬避震，相對於此前的79717要縮短1個單位。另外還有一枚1×13弧面科技面板。好啦，那麼看完了開箱，下面我們就一邊拼搭一邊來看一下內部設計。第一大步驟是搭建8檔序列式變速箱，可以看到這裡採用了全新的第3代變速箱設計，在體積大幅度縮小的同時，傳動效率相比之前呢，則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在中間呢，甚至還集成了一套模擬的 ERS 能量回收系統。那稍後我們再來詳細的看一下它的工作原理。第36步和41步作為變速箱拼搭的關鍵步驟，那手冊中呢也是專門做到了圖示提醒。和42172變速箱內部只設計了一組45度步進機構不同，超跑03號車左右2組換擋凹槽輪呢各設有一組步進機構，並且將彈性底池元件上的1單位圓環適當嵌入8齒步進齒輪，從而增加了彈性底池元件在旋轉高低點之間的角度形成，因此顯著提升了步進機構的運轉可靠性。另外，全新設計的換擋步進機構，相對於42172所採用的方案，在體積方面呢也是更加緊湊，具有更好的空間利用效率。第3大步驟結束後，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變速箱模塊的主體部分呢就完成了，其中也包括使用透明气缸零件拼出來的 V8 發動機，還有兩側的管線等內構細節。完成 DNRE 模塊以後，我們可以看到2個模塊之間也是預留好了動力接口。另外，模塊之間的合體只涉及到了3點插銷對位。針對合體過程中的關鍵步驟，手冊中除了特別提醒以及多視角檢查圖以外，也加入了對應的幫助視頻，測試一下變速箱的換擋聯動情況。接下來，在完成合體以後，我們可以旋轉前面的這枚4齒齒輪，也就是換擋拨片動力接口這裡。那通過旋轉來測試一下變速箱的換擋情況。通過測試可以看到，全新45度步進機構在換擋順暢度和可靠性方面呢，確實表現良好。在手冊中，除了對各個聯動接口和聯動模塊進行標注以外，也加入了相應的測試步驟以及幫助視頻。可以看到，旋轉齒輪旋鈕，發動機可以聯動。那這裡呢，我們也可以通過模型來詳細的做一下分析。可以看到，完整的變速箱系統包括變速箱模塊、DNRE 和電機模塊、換擋機構以及步進機構。另外呢，還有一套模擬的 ERS 動能回收機構。和傳統4檔及以上的變速箱採用的串聯式雙子變速箱架構不同，超跑03號車的第3代變速箱的2組子變速箱呢，是採用了並聯架構，也就是說，動力從發動機出來以後呢，並不是依次經過子變速箱 A 和子变速箱 B， 並不需要這樣的雙重變速環節，而是經過子變速箱 A 或者經過子变速箱 B。過程中呢，只經過一組子變速箱，也因此整個變速箱系統的齒輪組數量可以得到大幅的縮減，對應的好處也就是傳動效率呢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提升。
具體的，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A、B 兩個子變速箱各配套了一組凹槽輪，而這兩組凹槽輪存在45度的角度差。結合凹槽輪的初始工況設計，因此實現1357檔走子變速箱 A， 而2468檔走子變速箱 B 的聯動效果。在具體的傳動路徑方面，以1檔為例，動力從發動機出來以後，經過3枚16支齒輪，然後進入子變速箱 A， 在子變速箱 A 中經過24:8的齒輪組，然後在出口端經過3枚16支齒輪，最終將動力向車尾，也就是後悬架差速器方向傳輸。而在2檔時，發動機動力出來以後，則是向另一個方向進入子变速箱 B。同樣，在子变速箱 B 這裡呢，是經過一組24:8的齒輪組，然後在出口端則是經過一組8:8和一組16:20，最終同樣是通往後悬架差速器方向。那麼把后悬架差速器一起算上，超跑03號車變速箱8個檔位的齒輪比依次是 4.71、3.77、2.62、2.10、1.57、1.26、0.94和0.75，也就是一个渐进式的齒輪比設計。同時，通過表格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同樣是第3代變速箱，但是超跑03號車的整車齒輪組數量則是從42172的10到14組降低到了只有6組，所以傳動效率方面呢，確實是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而如果是對比以42143為代表的第2代變速箱的話，那麼這個提升的幅度呢還會更大一些。另外，我們知道超跑03號車的前進檔呢是一個混動檔位，可以看到電動機動力在這裡是向前經過一組16:16的齒輪組以後，然後完成和主傳動軸的匯合。那麼再看空檔和倒檔，首先在空檔的情況下，發動機經過變速箱過來的動力以及電動機過來的動力，在主傳動軸這裡的2枚16支齒輪位置分別都發生了斷開，所以發動機和電動機呢都不聯動。而 ERS 能量回收系統通過一組12:20的齒輪組始終和主傳動軸連接，所以無論是前進檔、空檔還是倒檔 ，ERS 系統呢都是參與聯動的。接下來再看倒檔和純電檔的情況，也就是撥桿向後撥，動力傳輸環向前走。那麼在這個情況下，發動機經過變速箱過來的動力呢仍然是斷開的狀態。不過電動機則是通過另一組16:16的齒輪組完成和主傳動軸的連接。好啦，那麼看完了模型分析，接下來回到測試環節。我們這裡通過實物來測試和確認一下 DNRE 包括變速箱的整體聯動情況。前進檔、發動機、電動機、ERS 能量回收系統都參與聯動。空檔，只有 ERS 系統參與聯動。純電檔同時也是倒檔。發動機不聯動，電動機和 ERS 系統參與聯動。另外，前進檔的8個檔位呢，我們也可以看到發動機的運轉速度所呈現出來的漸進式的變化，包括加入電機進行測試，那也都完全沒有問題。接下來是手動換擋撥片模塊，可以看到模塊內部的45度步進機構同樣是採用了新方案，其中彈性底池模塊的彈力呢是來自於一枚2單位的橡膠零件，而並沒有使用皮筋。在副駕駛座前面這裡則是可以看到一枚滾輪，當我們通過換擋撥片進行換擋，那麼這裡呢就可以實時顯示變速箱所處的檔位狀態了。另外，這裡同時還是手動換擋旋鈕的動力入口。所以超跑03號車的變速箱呢是採用了雙通道換擋，並且經過測試可以看到聯動呢也是沒有任何的問題。那關於儀表台模塊在安裝過程中所涉及到的關鍵標定步驟，手冊中也是專門做了圖示介紹，同時也加入了相關的幫助視頻。先檢查變速箱兩側各一組換擋凹槽輪的角度位置。而在這個大模塊完成以後，相關的測試步驟以及多視角檢查圖呢，同樣也是沒有落下。
這裡來看後懸架，首先左右叉臂採用了新款4423叉臂零件，而兩側的大號硬避震則是全新設計開模的獨佔零件。相對於樂高79717呢，要縮短一個單位，因此可以更好的支持相對更加緊湊的懸架結構。另外可以看到，避震的一端固定於下叉臂，另一端則是採用了可動支點設計，因此實現懸架升降的聯動效果。具體的手動動力從車尾進來以後，通過左右各一組4:4的齒輪組，將動力傳輸給渦輪渦桿機構，並帶動曲柄搖桿工作，最終改變避震支點位置。那也是一個類似於超跑02號車的方案，不過結構呢會更加的緊湊。另外在中間這裡，我們還可以看到左右各一枚橙色的球頭，用來對懸架升降的行程進行限位。同時經過測試，懸架升降聯動沒有問題。在各個懸架高度下，懸架的支撐性呢也都是比較可靠的。和02號車一樣，同樣不需要碳纖維十字軸的加入。值得一提的是，後懸架升降機構稍後還會和車尾擾流板產生聯動。再看行駛相關聯動結構，動力從預留好的十字軸連接件進入，在差速器位置經過一組22:14的齒輪組以後，然後向左右兩側傳輸。再看手冊，首先關於後懸架拼搭過程中的比較關鍵的左右懸架高度同步的操作，在手冊中也是提供了特別的提醒以及對應的幫助視頻。也就是涡轮涡桿機構中的渦輪的時候，我們需要確保左右兩側。前懸架採用了全新設計的推桿懸架系統，其中左右叉臂仍然是採用新款4423叉臂零件。那推桿呢，是從下叉臂的底部向上伸出，在上方連接梯形搖臂結構，搖臂的另一端則是進一步連接，同樣是縮短了一個單位的新款大號硬避震。而避震的支撐點也是採用了可動設計，因此可以實現懸架升降的聯動效果。那這也是這類使用大號硬避震的推桿懸架呢，首次出現可以升降的設計。具體的可動懸架支撐點的內部仍然是一組連桿機構，並通過左右各一根紅色十字軸進行控制，而紅色十字軸同樣是由一組渦輪渦桿機構驅動，其動力呢是來自於車頂上方的旋鈕接口。稍後呢還會以前面這裡的紅色十字軸連接件作為接口，和車頭下擾流板產生聯動。那經過測試，懸架升降聯動沒有問題。在各個懸架高度下，支撐性方面也都表現可靠。再看轉向以及懸架側傾相關結構，首先可以看到，和一般常見的跑車懸架不同，03號車前懸架下叉臂的鉸接點採用了可動設計，可以在轉向的過程中和轉向拉桿保持同步運動，因此實現轉向時懸架側傾的聯動效果。值得一提的是，手冊中同時提供了不含側傾功能的常規懸架方案。除此之外，轉向限位呢，同樣也是一個可選的設置。在手冊中，前懸架拼搭過程中比較關鍵的左右懸架高度同步以及方向盤角度標定的操作，手冊中提供了相關的提醒以及幫助視頻。把兩側的轮毂單元像這樣調成完全回正的狀態。另外還有相關的測試步驟。好啦，那麼到這裡，整個底盤部分也就全部完成了。除了可以看到整個結構非常的結實以外，在底盤前後呢，也是分別預留好了通向車頭和車尾的動力接口。這裡可以看到車頭下擾流板聯動的動力接口，也是和懸架升降同步的一個接口。那動力進來以後，通過一枚渦桿驅動一枚20齒齒輪，然後通過左右各一組20:12的齒輪組帶動下擾流板旋轉，實現和懸架升降同步的聯動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下擾流板和齒輪組之間並不是採用十字軸連接，而是採用了摩擦銷，因此起到一個類似於離合器的作用。也就是兩者之間的動力傳遞呢，並非絕對剛性，而是受限於一個臨界扭矩值，它們之間的運動關係是一個具有扭矩上限的耦合關係。所以，當我們用手像這樣從車頭車尾把車子抱起來的時候，
那麼就可以對內部的聯動結構進行保護。另外，原型車懸架升降和車頭下擾流板之間雖然聯動，但是這兩個事件時間線的起點和終點呢，也並不完全重合，所以採用摩擦削的方式，也就恰到好處地對這個設計細節進行了還原。從車頭模塊開始，整個拼搭過程也逐步進入到了外觀搭建的階段。我們可以看到，手冊中呢，也是開始逐步加入了外觀搭建和角度計算方面的內容。這裡是車尾擾流板和後懸架升降相關的聯動結構。套裝中還提供了紅色、白色，還有煙燻灰色作為備選，可以方便玩家搭建出不同的前臉氣質。這裡是車尾擾流板和後懸架升降相關的聯動結構。可以看到，動力從車尾進來以後，首先通過渦桿帶動一枚20翅齒輪，然後通過16:20的齒輪組將動力向兩側傳輸，並帶動連桿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這組連桿機構在工作的過程中，不但可以驅動車尾擾流板向後移動，並且還會像原型車一樣，在運動的過程中逐步加大擾流板的攻角。另外，這組連桿機構和齒輪之間同樣是採用摩擦削連接，也就是一個帶有離合效果的非絕對剛性的連接方式。完成了所有的外觀模塊，我們可以看到，包括車頭、車尾、兩側，還有車門等等這些外觀模塊呢，都是非常清晰的獨立大模塊，並且所有的這些大模塊測試下來，模塊本身呢也都足夠的堅固。所有的這些外觀模塊在合體的過程中，基本也都是採用單向合體再加側向固定的合體方式。同時，和底盤內部大模塊一樣，各模塊合體時所需要對位的點都只有很少的幾個，所以合體下來呢，確實是非常的輕鬆。好啦，那麼完成了所有外觀模塊的合體，這輛超跑03號車也就完成了。最終的成品重3.15公斤，長度在尾翼收起來的時候大概是59厘米，展開後呢則是61厘米左右。我們這裡先來看一下外觀還原情況：車頭前沿角度、車頭下擾流板、中間以及兩側的氣流通道、兩側的車燈、前蓋上的氣流通道、雨刮器、全新開模的輪毂、車門微微上揚的角度，以及車門上的翼片、車門後方進風通道，包括還有一層是通往後輪眉的風道。在後蓋上面這裡也有一個凸起來的結構，也是一個進風通道，包括這裡還有一個垂直的風刀。然後是車尾擾流板、車尾的排氣管、兩側的尾燈，以及底部的擴散器。在駕駛室內部可以看到方向盤、儀表盤、中控台位置的娛樂大屏，以及運動座椅。打開後蓋還可以看到裡面的發動機、V 型車架以及一些管線細節。那麼外觀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情況。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下功能測試。首先是前後懸架，可以看到在適中的懸架高度下，前後懸架回彈都沒有問題，回彈手感和懸架的運動行程都非常的清晰。再看懸架升降以及相關的擾流板聯動，前懸架的調節接口在中控台上方。測試下來，大概只需要旋轉6至8圈就可以完成悬架的上升或者下降，並且可以看到，在各個悬架高度下，懸架的回彈都沒有問題。打開前蓋，我們還可以看到第3水平減震器，並且所有的懸架運動幾乎都被兩側的避震和這根水平減震器所吸收。在前懸架運動過程中，車頭下擾流板也會發生聯動，這裡測試下來呢也沒有問題。後懸架調節接口在車尾這裡，測試下來同樣也是大概6至8圈就可以完成懸架的上升或者下降。包括同樣的，在各個高度下，懸架的支撐和回彈呢也都表現可靠。在后悬架上升下降的過程中，車尾擾流板也會發生同步的聯動。和原型車一樣，不但可以大幅度的向後延伸，並且攻角也會發生略微的改变。
在運動姿態方面，相對於原型車也是做到了最大化的還原。車尾擾流板的弓角還支持大幅度的手動調節，那麼這個弓角的大幅度調整呢，相對於原型車也是做到了一致。再看轉向和方向盤聯動，可以看到不管是轉動方向盤還是直接轉動車輪，方向盤和車輪之間的聯動呢都沒有問題。如果是按照標準模式，在轉向的過程中，懸架還會發生同步的側傾，那這裡測試下來呢也是沒有問題的。以及還有側傾轉向模式，也就是無需轉動方向盤，而是直接通過控制車身的側傾就可以實現車輛的轉向。那這裡測試下來呢，功能也是正常的，而且相對於轉動方向盤來說，這個操作甚至還會方便很多。那如果是按照常規版懸架方案進行拼搭的話，轉動方向盤，車輛呢就是正常的轉向，相對來說聯動會簡單一些，測試下來自然也是順利通過。接下來是兩側鷗翼門的開合，這裡採用的是手動直開設計，測試下來功能聯動沒有問題。不過避震的硬度可能稍微軟了一點，打開到最大角度以後會稍微落下來一點點，但正常的支撐呢是沒有問題的。接下來是前後蓋開合，那前蓋是直接打開就可以了，後蓋呢則是像這樣直接取下來或者放上去。放上去以後可以选擇2枚套装內提供的41669，把它像這樣鎖住。好啦，那麼最後就是行駛以及發動機聯動、動態檔位儀表盤還有變速箱的相關測試。那麼02號車採用的是雙通道換擋，也就是通過方向盤前面的換擋撥片以及換擋旋鈕都是可以对檔位進行切換的。這裡測試下來基本都沒有問題。不過相對來說，直接轉動換擋旋鈕的方式在可靠性方面的表現會更好一些。具體的也就是如果在換擋的過程中，變速箱內的某一枚動力傳輸環和某一枚齒輪如果恰好發生了接合齒的抵觸，採用換擋旋鈕的方式呢，會更容易克服這個障礙。再看動態檔位儀表盤的聯動，那這裡測試下來呢，完全沒有問題。並且03號車因為採用了並聯架構的第3代變速箱，所以可以在原理層面杜絕跳檔的問題。那麼做完了換擋測試，下面我們來看一下8個檔位下的車輛的行駛。可以看到測試下來，在所有的檔位下，車輛的行駛和發動機聯動呢都沒有問題。雖然看不到發動機的運轉，但是通過聲音也是可以感受到這種漸進式的變化。同時也因為變速箱非常高的傳動效率，所有的這8個檔位把車子往前一推，車子呢都可以繼續向前滑行，檔位越高，滑的也就越遠。在变速箱负载最高的1檔，可以看到也是可以滑行的。包括空檔，還有倒檔，和過程中的測試情況一樣，也都沒有任何的問題。包括把發動機蓋板拆下來呢，也是比較方便的。那這裡我們來繼續加大難度，在後輪加入電機來做一下測試。同樣的，和過程中的測試情況一樣，發動機可以呈現出漸進式的速度變化。包括底部的電動機聯動，還有 ERS 能量回收系統聯動呢，也都沒有任何的問題。好啦，那麼到這裡我們就完成了所有的功能測試。下面我們來看一下牢固度情況。首先，整輛車子幾乎所有的外觀面板都是做了多點固定。另外，不管是前後抱還是左右抱，可以看到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雖然車頂的兩邊是屬於可以打開的鷗翼門模塊，但是從車頂像這樣把整個車子拎起來呢，也是可以的。包括不斷的震動，甚至一定高度的跌落，也都可以順利的通過測試。好啦，那麼牢固度就是這樣的情況，大家感覺可以打多少分呢？
最後，在結束我們本期評測之前，我們還是來講一下套裝中可能存在的一點小問題，或者說注意事項。首先，1號零件分盒裡面有一個備品包，上面也粘貼了貼紙提示，在拼搭到第15和第17步的時候，最好是直接使用这個備品包裡的動力傳輸環。在發動機邊上需要安裝的這2根橙色的軟管，如果按照拼搭手冊裡的長度標尺，剪出來會稍微有點偏長，那麼這裡呢，需要我們根據實際的偏差情況，稍微再把它剪短一點。套裝中有幾根短棍，包括一個帶有短棍模塊的零件，在拼裝手感方面呢，會稍微有點偏緊，需要稍微用力頂一下。那這款套裝因為採用了95.5%的高磚零件，只要是高磚有模具的零件，就全部都是高磚零件，所以在整體手感方面可以說是代表了國產積木的最高水平。那大家如果拼過以後呢，也可以在評論區裡給一下反饋哦。好啦，那麼本期評測也就到這裡了，咱們下期見，拜拜。